problem is now is Lee's just too strong. Giving Leo the KO。台湾拳王嘲笑大陆人不经打太弱小，结果被李景亮摔断脖颈，猝死擂台，生死未卜。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一场国内比赛，我们的吸血魔李景亮大战台湾拳王刘家鹏。好的，你可以看到蓝方选手就是我们的吸血魔李景亮，红方选手台湾拳王刘家鹏。那么这一场比赛呢，虽说是国内比赛啊，但是这个刘家鹏其实他不算是咱们中国人，他从小出生在日本，而且他母亲就是一个原装原味的这么一个日本人，接受的也是日本教育啊，中文都不会说。双方也并没有着急，也是在互相试探啊。这个刘家鹏的这个，哎呦，可以看到刘家鹏是直接想抱摔我们的李景亮，但是没有搬动。比力气啊，这个很难比得过我们的李景亮，尤其是我们的李景亮绰号吸血魔，打架特别的黏，对手也是没有什么好办法。那么这个刘家鹏呢，在赛前也是嚣张挑衅，听说你们大陆人连榨菜都吃不起，营养跟不上，我来就是要统治你们，给你们发榨菜吃。您听听说的是什么屁话呀？在台湾人均2000块钱就算是富翁了啊！这个穷人考虑我们大陆的事情真是可笑啊。那么这个刘家鹏在台湾也是打了有5年拳了，称霸了也是5年啊，目前是打算统治这个亚洲拳坛，把目标放在了咱们大陆。我觉得这个刘家鹏也是想太多了啊，你一个小小的县级拳王要跟我们的世界拳王李景亮去打，很困难。可以看到刘家鹏也是一点进攻机会都没有，被我们的李景亮是死死的缠住。好的，裁判也是示意双方选手回到中场啊，继续刚才的这个战斗。哎呦，刘家鹏想砸拳，但是找不到太多机会啊。刘家鹏这个手太短了，臂展太短。And I would say definitely the grappling advantage should go to Lee, although he was caught in a tight situation just recently. The striking advantage, I'm sorry, did I say the grappling advantage go to Leo, the striking advantage go to Lee. Knee there from Leo. 不要看现在这个刘家鹏拿到了一个侧身位啊，貌似占据了优势，但是其实面对我们的李景亮，他也是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作战经验啊，不如我们的李景亮丰富。But again, is he having trouble with his head? Is his head getting too far over the body? Now he's in a mount position. This is dangerous for Lee on the bottom. 漂亮，我们的李景亮成功脱身，并且反制了刘家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李景亮要干什么。哎呦，这一个砸摔，哎呦，直接是把这个刘家鹏的脖子摔碎了吧。哎呦，又是一记，我的天哪！我感觉我这个隔着屏幕外，我都能听到这个刘家鹏的脖子咔嗒一声啊。Yeah. It's got to be punishing though on the body that dropping from a height like that for Liu. You hear local Kowloon grappling phenom Frankie. 你可以看到我们景亮这个地面术做的是相当到位，刘家鹏完全是没有进攻的机会啊，被控制的死死的。好的，这又是要砸，看看能不能砸。漂亮，一个大体量级砸击，好的，裁判拦了一下。哎呦，这个对手好像是要干断气了呀！我的天哪！我们的李景亮还是这个很仁义的看了一看，好的，没问题。太快了，一个回合都不到，让我们恭喜我们的李景亮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真的是太难得了。Like he's been taking a leaf out of the book of some of these Korean fighters that we saw in LFC2 and giving the crowd a real treat.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last moments of this fight.
because Liu had his moments here. I wonder if these slams affected Lee's. 让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决胜瞬间啊！我们的李景亮其实在这一场比赛中没有过多的去跟对手打这个站立，一直跟对手打这个地面啊。可以看到，哎呦，这个刘家鹏痛苦的表情。好的，也是裁判单方面的举起我们李景亮的手啊，對手已經送去醫院或者是火葬場了。整呢場賽事以技術 KO 而勝出嘅係 for the winner by technical knockout 李景亮。好的，让我们恭喜我们的景亮获得本场比賽的勝利。接下來請您欣賞一下我們景亮在最近各大賽事中的決勝瞬間。Going to the well with it, and a huge finish for Jinglong. When you get in the clinch, you can't keep your feet that close together. Guillotine attempt here from Zaffer. Very smart Jinglong to take him to the fence. 想跑门儿都没有。现在李景亮把徐梦接起的高高的抓住。李景亮呢，他的是风度一般，在去年他获得了中国选手连续爆摔老外，最后更是用断头台让老外直接投降。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中国与新西兰的对局。那现在大家看到的选手就是来自新西兰的居莫。那这个人非常嚣张啊，他赛前也是表示，打中国选手就像喝水一样简单。那这一场一定要打到中国选手屁滚尿流。好的，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中方选手，来自新疆维吾尔族的李景亮。他靠着他的力量和出其不意的打法，拿到了不少比赛的金腰带。那今天他面对居莫的挑衅，也是直接表示他会用拳头来为他说话。好的，话不多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那这个穿着白色短裤的红方选手就是咱们的李景亮，另一边穿着黑色短裤又一脚把自己踢倒的选手就是来自新西兰的居莫。居莫在新西兰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选手，那在新西兰的众多场比赛中，输掉的比赛屈指可数，所以说他今天极其嚣张的来到咱们中国踢馆。哦，现在是一个摔倒，把这个居莫压在了身下。那现在李景亮也是取得了一个优势的身位。那这个时候，在第一个回合，双方就开始了一个地面战，那对体力的消耗是非常的巨大。李景亮也是抓准时机就肘击对手。那这个时候，李景亮的身位变得更加的优势了，直接是重拳对着这个居莫来打。是一个断头台，上位的断头台。居莫这时候脸已经快被打红了。那在刚一开始，咱们的李景亮就拿到了一个压倒性的优势。没错，在这个全天下战队，刚刚从巴西请来的这个 Checkmate 的巴西柔术黑带教练 Flavio， 他的给。那现在居莫还是想用脚来反抗，哦，这个时候是撑起来了，但是咱们的李景亮紧随其后。确实就像一个吸血魔一样，紧紧的抱着居莫，不给居莫一点机会。李景亮对于地面战咬的是非常的死，一旦是让他抓到机会，这个对手很难逃脱。哦呦，抱摔，但是这个居莫用脚挡了一下。再次的一个重拳，哦呦，抱摔，好的，这一下漂亮，又是一个准备抱摔。哦呦，好的，这一下这个居莫是被连续的2个重摔。哦，又来第3个重摔。那这个时候，咱们李景亮的打法可以说非常残暴。但是刚刚呢，已经是大概有3次到4次，李景亮已经把这个三角锁已经摔开了，但是不知道李景亮能不能逃脱。现在这个居莫在身下是非常难受啊。
李景亮的力气非常大，好的又是一个肘击。非常非常的漂亮，展现了吸血魔李景亮强大的逃脱能力以及非常坚强的意志。可以看出李景亮对这场比赛的准备是相当的充分。双方你来我往，但是刚才居墨这一三角组的进攻，也估计想让李景亮证明说，我不仅仅是泰拳选手，我的地面也很强。这个时候时间还剩下1分30秒，李景亮依旧是处在了一个优势的身位，但是这个居墨现在想要锁住李景亮，侧面压制住了，但是居墨有一个反转，把李景亮压在了下面，但是双方呢两个人已经出了居墨的半个身体已经出了拳台，不知道那现在这个居墨也是站到了一个上身位，那李景亮这个时候就比较被动，看一下李景亮能不能够挣脱掉这个居墨的束缚。虽然说现在这个居墨处于一个上身位，但是他无法攻击到咱们的李景亮。李景亮的地面战是非常的丰富啊，他的经验。那现在时间还剩下最后30秒，如果李景亮不能挣脱，哦，好的，现在是又取到了一个上的身位。李景亮呢又翻转了过来。
张伟丽临危受命，开赛48个小时前才接到通知，仓促备战，并还要跨级别进行比赛。这是一场银量级冠军争夺战。开赛前缘参赛选手因训练受伤，不能前来参加比赛。张伟丽临危受命，跨级别迎战，还发誓要势必把冠军金腰带留在中国。张伟丽平时打的是草量级，并还取得了一条本量级的金腰带。在此之前，综合格斗战绩全胜，本次直接跨级挑战银量级，而且时间还非常紧急，留给张伟丽的时间不多了。这必定是一场难打的硬仗。眼前的就是张伟丽这次的对手，他就是来自巴西的猛将西蒙娜·杜尔特，身高1.65米的他，人送外号猫女。擂台上的他多次凭借着势大力沉的重拳，外加凶狠至极的高边腿，在这个量级击败了无数中国选手，职业战绩4战全胜，其中有3次是 KO 对手取胜的，实力可谓是深不可测。但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张伟丽并没有临阵脱逃，而是迎难而上。让我们一起看看张伟丽能否顶住对手的攻势而取得胜利。比赛正式开始了，张伟丽展现出极强的攻击欲望。一上来，张伟丽便用扫腿开路，打算对西蒙娜发起猛烈的攻势。但是西蒙娜也不什么省油的灯，也开始用重拳向着张伟丽发起反击。是有很高的这种职业拳击的素养。是。而且他的臂展确实要长一些啊，长，这胳膊很长。哇，张伟丽这个大幅度的低扫。哦，哎呦，这个低扫有效果啊！一个后手换一个低扫。对。哎呦，对方那个拳很好，一定要很好啊，盯好对方的拳。哎，你看西蒙娜盯得很准啊！刚刚有几下张伟丽在拼拳的时候打退了啊，对，拳很危险，很有。此时西蒙娜一边挥舞着重拳，一边开始逐渐靠近张伟丽，眼睛里还不断闪烁着火焰。看来西蒙娜对自己会胜利这件事深信不疑，但是张伟丽岂能给他这个机会？只见张伟丽也开始恶狠狠地盯着对手，抽手拳直接出的也很好。哦，小心！哦，一个前手很重。哦，顶膝！哎，张伟丽的顶漂亮，好。进入到地面会对张伟丽比较有利啊。对，进入到地面，对方我们看一看对方的地面情况怎么样。哦，危险了，危险了！啊，还在有动作，肘击。张伟丽抓住机会之后啊，这是他的绝对优势的位置。我感觉张伟丽刚才因为那几个拳啊，打出火气来了。对，没错。因为对方确实是挨了几个，对，确实是很准啊，尤其是那个前手的有一个摆拳打得很准。对。此时张伟丽调整好身位，开始不断用沉重的铁拳疯狂砸向下位的西蒙娜。虽然西蒙娜摆出了防守的架势，并奋力地发起了反击，但张伟丽的压制力实在是太惊人了，西蒙娜根本就无法挣脱张伟丽的控制。哎，转移很快，好拿后背，两个腿插进去了。手接不绝对继续打，别着急，用腿先把他的撑开。侧面的砸击很有效果。对。在张伟丽连续数十拳的狂暴砸击后，西蒙娜最终招架不住，为了保住小命，发起了投降。裁判随即拉开两人，宣布比赛结束。最终由中国女强人张伟丽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她成功的捍卫了冠军头衔，将金腰带留在了中国。她用那极强的实力碾压了对手，就算是跨级别参战，也没有阻挡住张伟丽那狂暴般的攻势。金腰带。再开始啊！赛前哇！
挑衅对手。哦，踹膝盖，踹膝盖，漂亮。哦，言语攻击。不能说话，而且不能咒骂对手啊。对。就很多人认为比赛中是可以说话、可以交谈的，为什么不能说话？因为裁判不界定你这个说话是不是在给对手递信号、打假拳。没有听明白呢，对对不对？比如说，万一裁判认为好，你出一下后手，我就应声倒地了。对啊，那所以说裁判是一刀切，严厉交谈，所有的交谈都是禁止的，请大家注意啊。而且更是不能有那个叫骂啊，因为叫骂是赛前发布会的事情，是比赛中叫骂就有违运动精神了。对，比赛还是要看你们精彩的对决啊。对。太消极了，后手前板，这个拳啊，就是拉足了这个能量，所以啊是显得有一些太过于明显。反摔，当心，乔瓦尼当心，哇，好漂亮，好强的腰力，直接到了侧压。现在到了孙悟空最擅长的地面战环节，侧压对手。那么此时啊。两人其实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地面缠斗，其实啊，这是一个拼耐力的过程，而且还需要足够的经验才能挣脱开来。而我们阿河江是一个比较擅长站立的选手，对于地面上就显得弱势。这个时候，乔瓦尼好像也发现了我们阿河江的弱点啊，准备开始拿杯了。但是此时啊，阿河江也是反应非常迅速，抱住了对方的膝盖，不让他拿杯。对，你看，没有尝试去拿上了呀。裁判警告，手指头不能插对方消化道末端。因为对方的身体所有孔洞啊，比如说面部的七窍、双耳、双眼、双鼻孔、单口是不能插的，还有消化道末端，还有对方身上的伤口也是不能插的。对，这边乔瓦尼抓着一个木村的把位，想要尝试着往十字固或者这个反向逆向的三角去拉，是他一直在尝试这样的降服，降服。他想做一个倒的那种三角角去降服对手。他现在这个位置啊搭的比较远，你看这个三角没有完全的搭住扣。对他因为右脚的脚踝没有放到左腿的膝窝后面。是这边，然后将有可能要出来，这个三角脚没了，出来了，漂亮，逃出来了。他尝试木村锁，但是对方头逃出来了呀。逃得漂亮，挣脱出来了。倒是给了这个乔瓦尼机会了，要有更多的这个进攻。双方现在把距离啊拉得非常的远。阿河江，你看这个出腿啊，包括前手的试探，像极了康纳麦克雷格。出腿。可惜康纳的这个致命的左拳，目前还没有看到。对，后手击服。因为康纳的前手的这个拍击啊，是为他后手的致命的左拳的重击开路的。是，那才是他得意技啊。低扫漂亮，踢得好响亮。两个人距离比较开，必须要上步才能击中。果然啊，河江这个时候有些按耐不住了。哦哟，这一拳打得非常重啊！这招后手重拳
想来是对拼的时候用的很少的招式，虽然力量大，但也容易空。好的，再添一击高扫。不过这个时候对手已经有了防备意识了，再想来一次迅捷的进攻，就不一定能打到了。看好将双飞踢，对，他几下腿法这个距离上把握的还是不错的。顶到角落，后手，高扫，再来后手，再来连续的进攻，顶住了，再推开，一个前蹴。双方把这个比赛节奏拉得很慢，但是大家都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阿河江的进攻上面。踹膝盖没中，都在猜测他下一次的进攻会是什么。哇！再来一个腾空的飞踢，漂亮，漂亮！这腾空飞踢可不是所有人都能打中的，这时候被顶到了，昨晚你还是会非常痛的。而且这第2回合开始敲完，你就一直在拖长比赛节奏，这个时候也是有些松懈了，被我们阿河江抓住机会，狠狠地暴踢了一脚。若愚想用腿法干掉对手啊！阿河江有功夫捋一捋头发，还剩2分钟多一点，再来！哎呦，又是一脚！可以看出来，这个乔瓦尼一直在拉长2个人之间的距离，阿河江则是步步紧逼啊。这个敌退我进，我们阿河江还是懂得这个道理的。这边我们看阿河江继续在给对手压力，后手没中。对手啊，因为一直在往他的这个后手方向去踢腿。对他应该想办法切住这个角度啊，有后直的这个机会。踢头。对，后手。哎呦！这下可是我们阿河江有些着急了。虽然刚才那一拳非常的漂亮，但是不仅空了，而且还被这个乔瓦尼成功摔倒。2个人又是进入了地面缠斗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阿河江为了不给对手机会啊，也是转入了贴近地面的位置。这个位置防守还是比较轻松的，而且对手的体力也有不小的消耗，想要成功降服也并不轻松。的进攻，这边想办法先要过腿啊。现在乔尼莫乔是感觉要休息一下，缓一缓。对他想就压一压对手，也没有太多的进攻。裁判估计要把这2人拉起来了，双方在这个位置没有任何的动作。哎呀，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目前为止，这第2回合比赛也即将要结束了，而我们阿河江呢，面对自己弱势的场面，选择了和对手一样的方式，就是一个字拖。整理的时候我就跟你拼点数。到了地面，我就尽量防守，不给你降服我的机会。只要能继续拖下去，我们也不是没有获胜的希望。想必对手也绝对不可能任由我们这样拖下去的。也成功的利用龙网啊，来避免对手的这个进攻。对，我手没有拉围绳，我只是手肘。是。双方第2回合的角逐和第1回合有些相似啊。是吧？选手踩入这个滑倒，影响比赛的公平公正。因为他不是被对方的正确的技术所带倒到地面，是好的。那么比赛来到了第3回合，可以看到这第3回合开局和第2回合开局是一样的啊，说明这个乔瓦尼在这一回合中还是老一套，继续找机会降服阿河江。而这也证实了这个乔瓦尼自认为在战力对拼上是不如我们阿河江的。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保持着非常远的距离。其实这个过程中，阿河江对他挑衅，他也是非常的稳健，没有主动发起攻击。但要我说啊，这其实就是打怕了。开局那么嚣张，现在在擂台上却是一点也不敢了。好，两个人有点消极了。对，孙悟空半天不做进攻的动作，他基本上是不怎么在这种远距离，他基本上不怎么做进攻。对他几乎不出拳，他都是等对手进攻之后啊，他要找这个摔和地面控制的这个机会。对他一个略偏科嘛，对，就是站立方面的这个技能点数加的不高啊。是。而且从我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他的缠手应该是长得非常薄，所以基本上方便抱摔。对，看不到这个。好的，
阿河将试探性的一脚踢过去，这个乔瓦，你还是第一时间往后撤，这说明对手是铁了心要跟我们拖时间，而这个时间拖得越久啊，对于我们阿河江就越不利。看来对手真是为了赢，也是放下了这个所谓的面子啊。毕竟在擂台上，谁要是长时间的不主动比赛，要是在外国观众们都在喊着他，让他滚下去。对。而且一扎上场比赛是终结了，对。如果这场阿河江也终结的话，两个人就更有打一场的这个理由和热点了。腿上的假动作，上步。哇！现场观众不停的在起哄啊，一直在想要看到比赛有实质的发展，但是目前进攻主导方的这个阿河江并没有出太多的动作。上步的后手拳假动作。
我们下期再见。美国特种兵拳王来华15连胜，中国小伙冲上台连踢3脚，干断他狗腿，霸气 KO。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美对局。首先出场的选手是美国选手安东尼奥，他今年35岁，是美国的特种兵拳王，擅长搏击格斗术。他来华已经是15连胜了，其中有10场是把我们的中国选手给打成了重伤。而且这个安东尼奥还扬言啊，中国人绝对不可能是我的对手，任何中国选手遇见了我都会被我打进棺材里。这么嚣张的话语自然是引起了我们中国选手田心的不满。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中国选手田心。田心今年34岁，他是我国的散打运动员，诸神之战的热门选手，擅长是一块打慢，以巧破拙，以及他闪电一般的连续出拳，刁钻至极的高扫腿，可谓是全伤极高啊。田心这次呢，就是来为中国选手复仇的。面对安东尼奥的嚣张言论，我们的田心也是霸气表态，今天要踢断安东尼奥的狗腿，让他爬着滚出擂台。那么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身穿黄色短裤的就是我们的中国选手田心，而身穿黑色短裤的则是美国选手安东尼奥。这个安东尼奥是非常擅长近战搏击格斗术的，他的拳腿也是很厉害。我们可以看到，在比赛的一开始，他就是进攻欲望十分强烈，想迅速压倒我们田心选手的气势。但是我们的田心选手并没有害怕，而是沉着应对，积极防守。非常漂亮的2记高踢，看来我们的田心选手不光是防守做得好，而且时机找的也是很棒。腿部一直都是我们田心的优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田心的高扫腿确实是很刁钻啊。那么根据赛前有关人士的透露我们这个田心呢，在赛前腿部是受了一定的伤，这场比赛也可以说是带伤出战。带伤出战，腿还能踢得这么好，不得不说田心确实是非同常人呐。非常漂亮的顶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安东尼奥是有一些招架不住了，在篮边非常的痛苦。这个安东尼奥确实是想逃出篮边啊，但是我们的田心根本不给机会。连续进攻让安东尼奥进退不得，非常的憋屈啊。我们可以看出安东尼奥也在尝试改变自己的打法，选择与田心近身缠斗。但是我们的田心这个防守做的也很好，不给你这个机会，任你怎么近身，我直接退走就是了。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比赛的精彩回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田心确实是以巧破拙啊，在第一回合比赛上，不仅进攻打得非常好，而且防守做得特别到位。安东尼奥怕是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了。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的第二回合正式拉开序幕。安东尼奥确实改变了自己的作战方式，选择是快速的击打、近身缠斗。哎呦，甜心的腿法确实犀利啊，直接找机会把安东尼奥给踹倒了。我们来看一下安东尼奥能不能起来。好的，安东尼奥起来了。但是甜心貌似不想给安东尼奥机会，逼到篮边，又是一通组合快拳。看来安东尼奥已经脱力了，放弃了抵抗。我们来看一下安东尼奥还能不能站起来。看来安东尼奥恢复了一下状态，但是我们的甜心还是不给机会。一将胜有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安东尼奥再一次被打倒在地。好的，安东尼奥已经没有体力再战了。那么，让我们恭喜我们的甜心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比赛的精彩回放。其实，在第一回合的时候，这个安东尼奥的节奏就已经被我们的甜心给打乱了。而且我们的甜心拳商确实是高，抓住了第二回合的很多机会，数次击倒安东尼奥。哇，第二回合真的是十分精彩呀，踢的是脚脚到肉了。那么，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甜心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能够再接再厉，为我国继续争光。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中国人实在是让人恶心，我都说了，狗都可以跟我打比赛，但中国人不行，他们却还要来挑战我。我再次保证，谁敢来挑战我，我就把谁打进火葬场。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解气的中日对局，我们的运旗大战日本拳王神户祥太。您可以看到蓝方选手就是我们的中国小将运旗，而红方选手则是日本的拳击仙人神户祥太。相信你也听到赛前这个神户祥太的嚣张挑衅，说这个狗都可以跟他打比赛，但中国人不行。我们的运旗也是表示我一定会把你送回你的日本祖坟，让你好好知道知道什么叫中国拳击手。也可以看到双方一开始这个火药味就很浓啊，但凡是中日对局总是会这样，一定是得分出一个高下胜负才好。那么我们的运旗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不认识人送外号跳西王，目前就职于大东翔俱乐部也就是邱建良的小师弟。让我们回到比赛，可以看到这个神户祥太没有什么太强的这个进攻欲望，反倒是我们的运旗十分积极。21歳です。まだ42段の膝。世間さんでも神戸もまだ若い23歳なんですよね。実は。我们的运旗也开始逐渐的找到自己的节奏这个对拼也是慢慢来，不要着急，还是要稳一点。那么您刚才可能也听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神户祥太好像是被击中了眼部差点打瞎他的狗眼。好的，那您刚才也听到了，这个日本人称这个神户祥太是拳击仙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日本政府说了神户祥太说这个拳击就是要自己打，要自己亲自体验拳击才能打好拳击。
所以每天呢他就打100拳啊，感受到最好的拳击就不多打了。我觉得这人不是疯了吗？拳击不自己打，让别人去替自己打吗？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双方重新回到了中场。这个神户祥太啊，还想跟我们的运气比一比腿法啊，但是问题是这个我们的运气是邱介良的师弟啊。哎呦，好的，双方的对拼直接将神户祥太击倒在地，这么猛的吗？我们可以看到神户祥太再一次站起来了啊！拳击仙人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距离本回合结束还有45秒左右，我们的运气也是加紧攻势啊，可能是想一波 KO 掉这个日本拳击仙人。ちょっと踏ん張ってほしいな。カンベはあれですよ、ボクシングでちょっと行くのは良くないですね。ちょっと蹴りたいですよ。ダメージあるな。今聞いてますか。蹴り足のキャッチ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ここ休みたいですね。でもその後に入った右ストレートでも効いてましたからね。カンベは蹴りたい。好的跳膝，这个时机抓的其实很不错啊，但是这个神户祥太太愣了。他可能是对于这场比赛怎么回事还没摸清，节奏不对。満を持してこの 57.5 キロ初代フェザー級トーナメント参戦、中国より赤いグローブが日本の神戸。ボクシングに付き合わない方がいいというお話。好的，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我们的祥太啊，这个情绪很不错，兴致很高涨啊，状态很好。那么第二回合还是要好好准备一下，对手神户祥太确实是抗揍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的回放。第一回合的话，神户祥太持续在一个梦游的状态当中，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的运气啊，可以说在第一回合已经完全的热好身了。相信在第二回合他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加漂亮的精彩表现，让我们来看一下。さあ第2ラウンド始まりました。第1ラウンドは青いグローブ中国のユンチーが一つダウンを奪っています。まさにその中国の勢いを、証明している、見せつけているユンチー。マサトさんも中国行かれたそうですけど、すごいみたいですね。いや本当ジムがもう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もう全寮制の格闘技学校みたいな感じなんですよね。みんな住み込みでやって。好的，第二回合。这个神户祥太的速度有一些慢啊，我们的运气始终处在一个高亢的状态当中。今ちょっと見えて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ね。また怖いですね。また同じカウンターですよ。さっきダウン取ったパンチ。中国の選手結構普通にもう2、3週間に1回ぐらい試合してて。哦呦，这一击飞膝非常漂亮，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日本裁判拦了一下。我们的运气刚刚拿到一点优势啊，这个日本狗裁判就过来拦了，怀有黑幕。やっぱり選手が多いんで、壊れたら壊れたで次の選手っていう感覚なんでしょうね、きっと。だからやっぱ勝ち残る選手はタフですよね。返したノーダウンか、ダウンではなかったようです。しかしこれ神戸は行きたいか、しかし入るとカウンターの右待ってるが前蹴り。神戸の前蹴り良かったですね今。いやしかし中に入る時の右このショート。可以看到神户祥太开始认真起来啊，但是面对我们的运气，他还是表现的这个不在状态。ボディストレート前蹴り。マサトさんもう少し蹴りが欲しいですか。やっぱり蹴り欲しいし、ボディはちょっと完全に狙われてるんで、いきなりボディはいかない方がいいですね、神戸は。そこで右が待ってるわけですね、相手の。ボディストレート打つときに右、おっと今掴んでしまいましたね。好的，裁判叫停了比赛。这个是看一下啊，好像是有人犯规啊，但是没有看清。左フックショートユンチー。ボディストレートはまた怖いですね中村さん。ミドルボディ2つ。やっぱり体のフレームが一回り大きなユンチー背中から見ると。这个神户祥太界定于这个重炮手之间跟普通的拳手，这个拳啊忽轻忽重的，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个昨天晚上熬夜了啊，状态不好，整个人都是一个懵懵的状态。どうしても掴んでしまうユンチー。
次はもう減点だぞ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ね、今、注意がありました、レフリーから。あと神戸選手は一発じゃなくてこう、やっぱ数当てて効かすタイプなんで、やっぱどんどん当ててリズムで出したいですよね。中村さん、やっぱり長いラウンド得意ですよね、後半強いタイプだと思うんで。哎呦我的天哪！一击左右中摆，神户祥太再一次倒地啊！但是很可惜，他又站起来了啊！还能不能继续打？还可以。哎呦，真可惜没给他的狗头干爆。好的，我们的裁判又开始拦着。哎呦，漂亮，差点把自己选手给踢出去。好的，第二回合比赛正式结束。我可以看到啊，这个神户祥太前2回合一直在一个懵波的状态，但是我们的运气是越打越好。啊，漂亮的举牌小姐姐。那么第3回合比赛马上开始。右ハンダに単身が当たっています。ジムで寝泊まりしてその腕を磨いてきました。ショータコールですね。会場から神戸翔太へのコールが起こっています。ワンツー。好的，我们的运气也是加快了自己的进攻节奏啊，想在第3回合 KO 对手啊，不只是单纯的靠这个有效打击。2段の膝のフェイントから最後はローダ下も打ってくる。ユンチいろいろできますね。本当この選手強いですよ。やっぱ神戸ダメージありますね。スピードがだいぶ落ちてますね。そうですか。ユンチ5月にはセルジオ・ビール戦、6月にはこの K1 で60キロで小宮山康介からダウンを奪い判定勝利しています。不得不说，神户祥太作为日本的拳击先人啊，每一个时机啊都拿得特别的烂。ですよね。それ強いですよね。さあもう絶対絶命神戸、奇跡の大逆転は起こるのか。漂亮一个连续的追击，这个神户祥太也是有点自暴自弃了啊。リードのジャンプからボディだ。ボディ効いてる効いてる、左ボディ効いてる。哦呦，漂亮！裁判宣布比赛结束，让我们恭喜我们的运气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真的是非常的棒啊！我们的运气不愧是邱介良的师弟，大东翔俱乐部出身，神龙摆尾的第2代继承者。我们的运气。神戸がね、こんな一方的に敗れるなんてこと見たことなかったですよ。左すごい。ユンチ選手がトーナメント準決勝進出となります。ユンチ3ラウンド1分32秒テクニカルノックアウトで。那么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